全世界最令人震惊的天灾 Top 10。地球上最恐怖的力量不是来自虚构的怪兽或科幻小说中的超级反派，而是来自大自然本身。是的，这个星球上存在着一些惊人的自然现象，它们展现了大自然的威力，让人不禁感到谦卑。今天，我们要与大家一起深入探讨全世界10大最令人震撼的天灾。这些天灾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我们对地球的看法。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这个频道将介绍各种令人兴奋的主题。无需再多言，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这10个最令人震惊的天灾，揭开这些天灾背后的奥秘。第10名，超强台风陈红。说到台风，你还记得2019年的台风陈红吗？这真是一场猛兽风暴，于2019年10月肆虐东亚地区。以2019年太平洋台风季的第14个风暴和第8个台风来计算，这个大家伙于10月4日在关岛附近形成为热带低气压，仅2天后升级为热带风暴。到了10月8日，它已经发展成一个凶猛的台风，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95公里，相当于萨菲尔、辛普森风暴等级的第3级。然后，这场风暴开始沿着日本东海岸向上移动，给冲绳、鹿儿岛、宫崎、高知、德岛和静冈等地区带来暴雨和狂风。如果刮风和雨不够猛烈，它还引发海浪冲刷海岸，导致洪水。最后，在10月10日，陈红在中国浙江省宁波附近的一个岛上登陆。当时，台风仍然伴随着每小时175公里的风速，相当于第2级台风。事实上，这是自1949年以来浙江省7月份遭受的最猛烈的台风。陈红的来临带来了滂沱大雨和洪水，影响了中国多个省份，影响了超过1200万人口，并造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它在许多地方扰乱了交通、电力和通讯服务。到了10月11日，陈红已经结束了它的风暴之旅，消散在浙江省张市。这场台风带来了许多大事，的确是一场风暴中的风暴，让人印象深刻。第9名，巨大的沙尘暴。在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有一个名叫迭戈·德阿尔马格罗 （Diego de Almagro） 的小镇，这个以一位16世纪的西班牙探险家命名的地方，经常遭受沙尘暴的袭击。这些沙尘暴就像是风暴的墙壁，由风从雷暴中吹入该地区，严重降低了能见度，对当地居民造成了危险。沙尘暴发生在当强风从光秃秃的干燥土壤中吹起大量沙土和尘埃时。沙尘暴的可能性还取决于一个地区的地理和植被。平坦而干燥的地区，植被稀少，是更容易受到侵袭的地方，因为风可以积聚动能，将更多的灰尘吹入空中。虽然沙尘暴看起来令人惊奇，但它们并不好玩。它们可能对气候产生负面影响，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损害环境，并给各个行业带来问题。例如，灰尘颗粒可能干扰云的形成和降水，同时干扰地球的辐射平衡。沙尘暴会降低司机和飞行员的能见度，导致事故和延误。它们可能损害农作物和土壤质量，通过去除有机物和营养物质而对其造成损害。此外，沙尘暴还可能对健康造成问题，特别是对那些患有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人。这真是一个既有趣又严肃的话题。第8名，冰川崩塌。听说过冰川崩塌吗？那是当冰川的一大块冰突然脱落，有时甚至会引发雪崩或山体滑坡。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个让人铭记深刻的事件，它发生在2022年7月4日，地点在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那天是一个灾难性的日子，当时这个地区最高的山峰马尔马拉塔冰川的一部分崩塌，引发了雪崩，不幸地造成至少7人丧生，还有8人受伤。阿尔卑斯山区的气候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发生变化，自850年以来，该地区的温度已上升约2摄氏度。这看似不多，但实际上是全球平均温度上升的2倍。这些不断攀升的温度正在推动阿尔卑斯山冰川的撤退。自1850年以来，这些冰川已经失去了1半的冰量，而且这种损失并不是稳定的。自1980年代末以来，损失速度急剧加快。随着这些冰川的退缩，它们变得不稳定，对生活在下面的人们构成了威胁，特别是对像马尔马拉塔这样高海拔的冰川来说。这些冰川通常位于陡峭的斜坡上，依赖于零下的温度来保持稳定，但随着全球气温上升，它们正在失去冰冷的控制，变成了一颗滴滴倒计时的定时炸弹。第7名，超级细胞风暴。超级细胞风暴听起来像是出自科幻小说的场景，但它们其实是现实中的极端天气现象。超级细胞风暴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雷雨，拥有一个旋转上升气流，被称为中气旋，
它们可不是普通的风暴，而是最强大和破坏性的雷雨，可能引发大冰雹、强风、龙卷风、闪红和闪电等多种灾害。那超级细胞风暴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们需要3大主要成分：不稳定性、上升力和风切。首先，不稳定性是由地表和高空之间的温湿度差异造成的，这将导致空气块之间的巨大差异。接下来，上升力是引发空气块向上运动的机制，可以想象成冷钱、前线或山脉等。最后，风切是指随着高度变化而引发的风速和或风向改变，这将创建一个由上升气流垂直倾斜的水平旋转。超级细胞风暴可造成巨大损害，包括直径超过2.5厘米的冰雹，导致作物、车辆和建筑物损坏；风速可超过93公里每小时，引发树木拔根、电线倒塌和屋顶飞走。它们甚至可能产生龙卷风，这是一种从云底延伸到地面的猛烈旋转气流，风速可超过480公里每小时，摧毁一切。此外，超级细胞风暴可能引发大雨，导致洪水。最后，它们可能产生密集且频繁的闪电，引发火灾，损坏电子设备，甚至伤害或伤亡人类和动物。第6名，澳洲大火。澳洲的山火，如果你还记得2020年的那场大火，你会同意它们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对人、动物和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让我们来看看这场可怕事件的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实。首先，这些大火是由极高的温度和漫长的干旱期组成的，它们肆虐了数周，焚烧了澳大利亚超过1120万公顷，相当于2720多万亩的丛林、森林和公园。尽管澳大利亚的每个州和地区都感受到了大火，但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除了大规模自然栖息地的损失外，这些大火导致了大规模的空气污染问题，对公共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在人类方面，这场大火的影响令人心碎，至少夺去了33人的生命，包括4名勇敢的消防员，数千人被迫撤离或疏散。健康影响也非常严重，有超过4000人因吸入烟雾而入院，估计有445例早逝与烟雾暴露有关。受害最严重的不仅仅是人类，单单在袋鼠岛，估计有25000只考拉丧生，全国范围内有数百万动物失去了生命。至于财务成本，与大火相关的保险索赔金额达到了22亿澳元。此外，与生命损失和住院治疗有关的医疗费用估计达到20亿澳元。这场大火是一场巨大的悲剧，也是一个警示，提醒我们应该更关注气候变化和环保，以减轻未来可能面临的灾难。第5名，极端风暴。大自然的狂风暴雨，可不是你想象中的普通雨天哦。我们要介绍的是那些气象界的大咖——极端风暴。这些风暴是由寒冷的极地空气和温暖的副热带空气碰撞引起的，导致强风、巍峨的巨浪和暴雨。如果你是一名水手，这些风暴绝对是噩梦，它们营造出恶劣的环境，使能见度急剧下降。它们不仅危险，还会影响我们的全球气候，促使海洋中的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中。这些风暴不是你平常见到的小雨，淅淅沥沥，它们通常横跨2000英里，影响多达400万平方英里的海域。它们不时造访，像是快速移动的狂风，被称为咆哮的40度和狂怒的50度，每隔几天就席卷一次。当这些风暴掀起的巨浪冲上来时，连皇家纽西兰海军也只能叹为观止。他们在2014年记录到高达20米的巨浪。最后，这些风暴还可能导致温度急剧下降，当寒冷的气团通过后，温度可能下降多达摄氏10度。所以，如果你曾经遇到这些极端风暴，你会明白它们有多么令人印象深刻，也提醒我们要尊重大自然的力量，并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的准备。第4名，激涛惊涛。你有想象过一个巨大的海浪或一系列海浪逆着水流涌入河流或狭窄的海湾吗？听起来刺激吧？这就是潮汐波浪，一股强大的潮汐往上游泳。然而，不是每个地方都能见到潮汐波浪，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才能形成。首先，河流必须相当浅；其次，河流应该有一个狭窄的出口通往海湾；再次，河流与海洋相会的地方被称为河口，应该宽阔而平坦；最后，海岸的高潮和低潮之间的差距被称为潮差，至少需要达到6米，约20英尺。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亚马逊河，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尽管其河口并不狭窄，但由于河口前满布岛屿和沙洲，它仍然拥有强大的潮汐波浪。一些著名的潮汐波浪发生地包括中国的钱塘江，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潮汐波浪；英国的塞文河、加拿大的小科迪亚克河、
马来西亚的巴塘河以及巴西的亚马逊河。虽然潮汐波浪对船只来说可能危险，但它们也为喜欢河流冲浪的极限运动爱好者提供了机会。此外，它们还防止了一些河流，比如亚马逊河形成三角洲。所以，潮汐波浪不仅令人惊叹，还在自然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3名，火龙卷。这些是由强烈的热度和湍流气流交汇而成的旋转火柱，它们能够达到惊人的高度，温度超过摄氏1000度。这些火焰旋风有能力抛射燃烧的碎片，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最近一次火龙卷的实例发生在2021年8月希腊，当时该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山火。一段拍摄于 Attica 的 Vilia 的视频显示了这个令人惊叹的火龙卷将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抛到空中数米高。希腊近来一直在对抗山火，自2021年7月以来，报告了数百起山火，迫使许多人疏散。这些火灾甚至蔓延到雅典的郊区和 Evia 岛，导致超过2600人必须由船只救出。尽管最近的事件发生在希腊，但火龙卷在世界其他经历山火的地方也有所观察，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2018年，加州的一场致命火龙卷造成1名消防员丧生，风速达到等同于 EF3 龙卷风。而1871年，威斯康星州的一场火龙卷夺去了数百条生命，足以将铁路车厢从地面上掀起。火龙卷是大自然中极具威力和危险性的现象，让人不得不对自然的力量心生敬畏。第2名，火山爆发。你一定听说过火山，那些有时会喷出熔岩、灰烬和气体的山脉。但火山和它们引发的爆发有更多令人惊奇的事情。首先，让我们明确一件事，不是所有的火山都一样。有些火山平静的沉睡，已经超过1万年没有爆发，而另一些被归为活跃火山，意味着它们在过去1万年内曾经爆发过，或者正在显示着重新备战的迹象。你知道吗？地球上有约1500座活跃的火山，其中大多数位于太平洋火环地带。火山爆发时会有一场精彩的表演，你可以看到熔岩流，这是熔融的岩石流，有时温度超过摄氏1000度。还有火山碎屑流，它是高温气体和岩石的致命混合物，以极快的速度移动，更别提那些可能升上高空的火山灰云，它们导致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问题，可能影响气候。别忘了火山泥流，这是一种火山泥浆流，可能导致洪水和山体滑坡。火山爆发还会释放各种对人类、动植物有害的气体，甚至可能对全球气候造成影响，无论是让地球变暖还是变冷。现在，让我们看看一些最近和著名的火山爆发。例如，汤加的洪加塔加火山爆发，它始于2021年12月，并导致了21世纪以来最大的爆炸。还有印尼圣马鲁火山的爆发，也于2021年12月开始，夺去了至少57人的生命。火山爆发是大自然中最令人惊奇和危险的现象之一，它让人对大自然的力量感到敬畏。第1名，水龙卷。现在，让我们从火谈到水，具体来说是水龙卷。想象一个在水面上形成的龙卷风，这就是水龙卷。它是一个在水体上出现的漩涡，通常呈漏斗形状的云，但别被表面所迷惑，它不是充满水的，而是一个旋转的空气和水雾的柱状物。水龙卷有2种变体，一种是龙卷水龙卷，基本上是在水面上形成或从陆地移到水上的龙卷风，它们与严重的雷暴有关，可能会造成重大破坏。另一种是非龙卷性水龙卷，或称晴天水龙卷，形成于发展中的积云上，通常较弱且较不危险。这些迷人的现象可以在任何地方形成，但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最为常见，它们甚至可以在1年的某些时候出现在温带地区。尽管它们通常比龙卷风的变种更不危险，但它们仍然对海洋生物、航空业和沿海建筑物构成威胁。如果一个水龙卷移向陆地，它就会变成龙卷风，并需要正式的龙卷警告。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水龙卷，最好保持距离。你对其中哪一个感到困惑？让我们在评论中知道。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继续探索世界的奇特之处。谢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